欢迎大家收看台湾呼吸道医学会线上频道，我是主持人菲菲。最近呢，睡眠障碍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也常常听到医生说睡眠呼吸中止症。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疾病呢？今天呢，我们很荣幸邀请到星光医院耳鼻喉科许一说医师来跟我们分享相关资讯。欢迎许医师。主持人好，台湾呼吸道医学会各位观众大家好。请问许医师，睡眠呼吸中止症是什么样的疾病？有什么样的症状需要怀疑可能有这个问题呢？需要及早去看医生。是这样子的哦，我们常听到呢，太太抱怨先生打呼啊，或是同寝室的人抱怨他的室友打呼很大声，让他们睡不着觉。那其实呢，打呼就是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前兆哦。打呼的成因呢，是因为我们这个鼻子到咽喉这个部分的空间过于狭窄。让我们吸气的时候呢，气流通过这个狭窄的上呼吸道，那让周围的软组织这样产生震动，它发出这个打呼的声音。那像这样子，哦，那很多人呢是因为睡觉的时候上呼吸道肌肉比较放松，所以造成管路比较狭窄，所以容易发出打呼的声音。那这个打呼声音呢，虽然很烦人、很讨厌，但是因为这个时候呢，上呼吸道仍然有这个气流通过，哦，所以还不一定会造成健康上的影响。但是如果像这样严重狭窄，哦，到这个气流完全不见的话呢，那个打呼的声音就可能会突然消失或是中断。那这时候我们就可能会吸不到气，好像有人掐住你的脖子这样子，让你没有办法呼吸。那就这个时候，如果这个就会缺氧哦。然后如果你的这个枕边人呢在你旁边看的话，就会发现你的打呼突然中断，甚至可能会脸色发青啊，或者嘴唇发紫这样子。那有的人这种情形哦，可以持续到2分钟以上哦。那因为一直吸不到空气，一直缺氧，所以他就会有点惊醒，那他呼吸道会稍微打开，然后这时候我们又会听到一声特别大声的打呼声音，这样，然后随着这个空气又再度的进入呼吸道，那这个脸色发青的现象才会消失，那你就会听到，那他就继续听到他的这个打呼声，这样继续持续，但是这个打呼声持续没多久就开始中断，这样周而复始，一个晚上就可能会发生很多次，这个就叫做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那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病人呢，他除了这个断断续续的这个打呼声会吵到别人之外呢，他自己因为吸不到空气缺氧，那个睡眠品质就会变得很差，他觉得睡得再久还是很累，他长期下来呢，会因为缺氧的关系，造成这个他发生高血压、这个心脏病还有脑中风，他的机会还有他严重程度都比一般人高很多，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的话，你一定要好好重视，而且要及早这个接受治疗。请问许医师，如果呢是自己一个人睡，但总是睡不饱，白天又很累，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打呼，有没有可能是睡眠呼吸中止症？请问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仪器可以直接在家里做检测呢 ？OK， 虽然不是每个会打呼的人呢都有睡眠呼吸中止症，但是根据统计，有打呼的人呢，他可能至少40%以上是有中重度的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所以如果你的枕边人或者说你的室友发现你有打呼的症状，那你就可以来医院做一个睡眠检查。可是有些人呢，他是自己睡，他总觉得自己睡不饱，他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因为有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关系才会这样子。那这样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做自我检测呢？其实我们现在的手机非常方便，我们只要在我们手机里面下载一个这样的应用程式，它叫做鼾声分析器。那我们睡觉的时候把它打开，然后睡醒的时候把它关掉。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分析我们整个晚上的睡眠的打呼的这个声音，还有频率，还有声音的大小声。那这样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自己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没有打呼了。那这样是不是非常方便的？那如果你发现你的这个记录的结果是你这个你的打呼声音非常大声，而且还会忽大声忽小声，那前面这个半个晚上的声音跟后面半个晚上的声音还不一样，那中间甚至还有中断，还会停止。那你很可能就是有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的。那有这样的情形的话呢，那你就可以赶快到医院来安排一个睡眠检查。那有些人呢，他其实会在担心他在医院会认床，他会睡不好。那我们现在也有提供一个可以在家里做的这个居家睡眠检查，就像这个样子。他只要把这些胸腹带，还有这个气流计，还有这个血氧计，在我们身上装好。那他就可以在医院，他就可以不用来医院，在家里就可以做一个睡眠检查，就比较不用担心睡不好的这个问题。那如果你民众呢还是觉得嫌这个
这个东西太麻烦。那我们现在也有发展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心电图的这个贴片，那我们只要轻松的这个贴在身上，我们甚至还可以连续贴几个晚上，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区分有没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问题的一个检查。那虽然它这个看起来这么简单这么方便，但是它根据我们最新的研究，它可以也能够帮助我们进行就是对中重度的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区分，它也有90%以上的准确率。所以如果民众有兴趣的话，他也可以考虑看看。非常谢谢许医师跟我们分享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相关资讯，谢谢。